一位母親讓自己的女兒在排泄物裡生活了25年，在狭小的閣樓裡彌漫着腐臭味、排泄物的味道，而這裡竟是母親囚禁親生女兒的地方。今天來講蒙尼尔事件。1876年，法國各家報紙爭相報道了一則轟動一时的新聞：法國名望家族蒙尼爾一家的小女兒突然失蹤，蒙尼爾夫人及她的兒子悲痛欲絕。当时的巴黎总署也派出了大量警力，全力調查蒙尼爾家小女兒的失蹤案。然而最終調查無果，這件事也漸漸被眾人淡忘。直到1901年，檢察長收到了一封冗長的匿名信，信中寫道：檢察長先生，本着尊敬的態度，通知你一件特別嚴重的事。有一個女人被锁在蒙尼爾夫人的家中，幾乎快被餓死了。在過去的25年裡，她都住在弗蘭德垃圾以及自己的糞便中。檢察長將信交給法國普瓦捷警局處理，但普瓦捷警局卻猶豫了。原因是蒙尼爾夫人是法國社交名流，與許多達官貴人私交甚篤。如果僅憑一封匿名信就闖進蒙尼爾夫人家，未免不夠謹慎。而且蒙尼爾家族在當地的名聲極好，蒙尼爾夫人也曾因對這座城市的慷慨貢獻而獲得當地委員會的獎項。這樣一位大善人怎麼會實施監禁這種惡行呢？但萬一匿名信所言屬實，問題可就嚴重了。於是普瓦捷警局帶着疑問，派人前往蒙尼爾夫人家探查，敲了半天門，無人回應。正當他們準備收隊時，突然聽到屋內有走動的聲音，更有警員看到蒙尼爾夫人正掀開窗簾偷看。帶隊的警長意識到蒙尼爾夫人肯定有鬼，於是直接破門而入。警方搜遍了房屋的每個角落，唯有閣樓的門被一把掛鎖鎖住，警察只好破鎖開門。門打開的瞬間，一股刺鼻的惡臭撲面而來，整個閣樓一片漆黑。警察借着煤油燈照亮房間的瞬間，差點被眼前的景象嚇破膽。一個形如骷髏、全身赤裸的女人躺在床上。警察發現窗戶被完全封死，便找來撬棍將窗戶撬開。這個骨瘦如柴的女人已經25年沒有接觸過光線，眼睛對光線異常敏感，刺眼的陽光對她而言如同毒藥，所以她把自己埋在毛團裡。這時警察借着陽光看清了閣樓裡的景象，幾乎無人能不嘔吐。女人身上布滿排泄物，腐爛的肉招引了搶食的蟲子，閣樓裡的氣味臭到根本沒有一個精確的詞語能形容。原來那封匿名信說的一切都是事實。警方立刻將這個女人送往醫院，並逮捕了蒙尼爾夫人及她的律師兒子。這個卑賤可憐的女人到底是誰，又為何會被監禁？她名叫布蘭奇·蒙尼爾，竟是蒙尼爾夫人的親生女兒。被找到時，她已經50歲，正如信中所述，被鎖在閣樓裡25年。說她像囚犯都算是一種優待，因為囚犯還能看到陽光，能與獄友聊天，可以看書運動，偶爾與家人見面。而布蘭奇從未離開這個閣樓一步。他被送到醫院時，醫生甚至認為他無法存活，嚴重營養不良，體重不足50磅。當護士幫他清理身上的排泄物時，25年來幾乎未曾與人正常交流的布蘭奇不停地道謝，反覆說着干淨的身體有多舒服，似乎要一口氣把25年來憋在心裡的話都傾訴出來。當然，他也喪失了部分語言能力。而蒙尼爾夫人呢？警察破門而入時，她竟異常平靜地坐在屋裡。布蘭奇的哥哥當時也與蒙尼爾夫人同住，母子均被逮捕。奇怪的是，在法庭上，蒙尼爾夫人與她的兒子竟異口同聲地宣稱布蘭奇有精神疾病。當初將他關在閣樓，是因為布蘭奇與一位年長的律師墜入愛河，而蒙尼爾夫人看不起這個窮小子，執意要他們分手。當時布蘭奇完全被愛情沖昏頭腦，蒙尼爾夫人才將他鎖在閣樓。布蘭奇的哥哥更是辯稱，布蘭奇根本精神失常，只有瘋子才會為了與一個窮小子分手，甘願被監禁一輩子。母親也曾給過他選擇的餘地，是他一定是瘋了，從未嘗試逃跑，只甘願接受命運。但蒙尼爾夫人與兒子的說辭存在無數漏洞。當時多名警察合力才撬開窗戶，一個營養嚴重不良、手無寸鐵的女人又如何能撬開窗戶逃命？而且後來鄰居在法庭作證稱，他們多次聽到閣樓中有女人的叫喊聲求救。如果布蘭奇真的心甘情願接受监禁，又為何要拼命求救？當時的檢察官認為，那封匿名信最可能的書寫者是鄰居，因為布蘭奇的律師情人早在1885年就已去世。若鄰居所言屬實，說明他們25年間持續聽到求救聲，卻選擇了無動於衷。另外，布蘭奇被解救送院時，從未表現出任何攻擊性，整個過程都很冷靜。這樣一樁令人髮指的案件，你猜蒙尼爾夫人與她的兒子最終是如何被判決的？蒙尼爾夫人被送進監獄，試圖讓她體驗被人监禁的滋味，但這樣的日子不過短短15天，她便因年事已高死在了監獄。而他的兒子作為律師，將整件事完全推給了已故的母親，讓法官相信他只是一名目擊者。當時的刑法並無營救義務的相關條例，因此他最終無罪釋放。
再說說可憐的布蘭奇，她在醫院休養一段時間後，體重稍有恢復，但她已無家可歸。當时50岁的女人再婚幾乎不可能，也不可能搬回去與哥哥同住。她的哥哥显然是幕後真正的主使，而布兰奇最後被送入了精神病院，度過了余生。有人說布蘭奇完全可以撒謊，答應母親與律師男友私奔，但她没有這麼做。或許是早在被鎖閣樓之前就已瘋癲，但誰又能知道會不會是她已經做出了妥協，卻依然難逃被监禁的命運。不過這起案件的重點在於，它直接揭露了當時歐洲的一個社會問題，有多少像布蘭奇一樣的上流社會女性因結束一段感情而被迫付出生命的代價。